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不管你在哪儿，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从小到大，相信很多女生都听到过一些过来人给你的忠告，说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一个可靠的好男人结婚。然而长大后的我们却发现，结婚照上的明媚笑容并不是你今后的全部人生。这个道理从我小姑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。前段时间，我小姑带着她仅剩的一小箱子家当投奔到我家暂住。当我爸妈打开门看着满眼泪水的小姑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我们没想到几个月前还在朋友圈里秀幸福人生的她，会遭到背叛离婚。我爸说小姑在他们那个年代是个回头率很高的美人儿。后来我爷爷工友介绍了一位家庭条件不错的小干部，也就是我后来的小姑父。在我记忆里，从小身边人就夸我小姑有福气，说小姑父是一个可依赖的好男人。包括我妈，她总是念叨着说，你呀，长大了要找一个像你小姑父一样可靠的男人。但后来的故事，我们都没想到。小姑离婚之后，完全失去了生活能力，没车没房没工作，不但争取不到孩子的抚养权，养活自己都是问题。后来大家又说小姑遇人不淑。在我看来，不管是谁，不管爱谁，把太多选择权交给别人，也都要承担被动的风险。所以与其等别人给我们撑伞，不如学会给自己打伞。刘敏涛曾经在演讲中说，循规蹈矩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期的幸福，反而让我在本该神采飞扬的大好年华过得卑微而沧桑。他从小家教森严，认真读书，中戏毕业之后遇到了爱情，随后就顺理成章地在家相夫教子。他的前半生在外人看来的确是正确的，但婚后过于依赖丈夫，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贤内助。面对丈夫的冷漠和常年的夜不归宿，她越来越被动，也自卑。直到她连买一个冰淇淋的钱都要伸手跟丈夫要的时候，她才醒悟，决定离婚，去找回自己的人生。当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也意味着你的人生是被动的，是无法选择的，更是承受不了失望的。任何风险都会将你打得措手不及，即便你做得再完美，也不能保证这一切永远不会变。就像张幼仪，在他们那个年代再完美不过的妻子，她谨小慎微，对丈夫言听计从，事事以丈夫意愿为先。然而面对这样恭顺的妻子，徐志摩依旧为了新欢向她提出离婚，让她打掉腹中的孩子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即使她坚持生下孩子，也在3岁不幸夭折。正是这种极致的痛苦，才重塑了张幼仪开挂的后半生。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能够依赖的人只有自己。于是她去德国学习工作，拼命充实自己。回国之后定居上海，开了服装公司。她做的女装在当时的上海风靡一时。再后来，她被上海女子银行聘请，担任副总裁，摇身一变成了金融界的传奇人物。张幼仪的人生是从她决心离开徐志摩之后开始的。从一无所有到无所畏惧，她经历了无数。其实不管是张幼仪、刘敏涛还是我小姑，他们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，不要把人生的选择权交给他人。无论你多爱他，多相信他，
宫崎骏在《魔女宅急便》当中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别太依赖任何人，因为当你在黑暗中挣扎的时候，连你的影子都会离开你。最近很火的电视剧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，剧里有一句纪南家的独白我很喜欢。安全感是什么？安全感应该是一种相信，相信自己有抵御任何风浪的能力，相信所谓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自己。